上世紀嘅香港人煙稠密，食水短缺，水塘嘅建造可以話係香港賴以繁榮嘅基石之一，使到香港嘅發展得以持續。身於香港嘅我哋都好應該了解一下我哋身處嘅地方，能夠提供充足潔淨食水嘅水塘、水務設施等等嘅歷史建築。今日我就會帶大家遊走一個香港仔水塘。除咗可以欣賞到富美感嘅水務建築之外，佢仲係一條超級舒適嘅晨運路線。嗰度種滿咗好多嘅樹木，唔需要花太多嘅氣力，都可以輕輕鬆鬆遊走一趟。亦都有好多嘅晨運設施、燒烤設施等等，亦係一個家庭樂嘅好地方。請大家訂閱 David 大衛嘅頻道，你嘅支持就係我嘅拍片動力。大家好，我係 David。今日前往香港仔水塘係一條好簡單嘅路線，我哋可以搭港鐵去到香港站嘅 D 出口，行過隔籬呢就係交易廣場嘅巴士總站，行到較前嘅位置，大概喺第二排嘅位置呢，就會揾到一架15號嘅巴士，前往山頂嘅車費呢就係10個3。我哋就坐到去灣仔峽道嗰一個站度落車。都唔使半個鐘，好快就可以落車。落車之後，我哋就轉左行，行前多幾步呢，我哋就可以見到一個灣仔峽道公園。咁我哋挨住呢個公園嘅左手邊，繼續向前行。呢度就係香港仔郊野公園啦。咁亦都有指示牌指住香港仔水塘道嘅方向。咁從呢一度轉右呢，就係我哋嘅起步點啦。等我哋一齊睇一睇呢一幅嘅地圖先。嗱，我哋而家身處嘅位置呢，就係一個高位上邊嘅。咁一陣間呢，我哋就會行落去下邊嗰水塘嗰度欣賞一下啦。呢度呢，就會分開咗左右兩條路，可以落到去水塘嗰度。從呢一度望出去嘅風景呢，非常之清新。呢度亦都可以望得到我哋一陣間會去嘅上水塘。由呢一條落山嘅路上邊呢，都係一條樹木研習徑嚟嘅，都會有啲導賞牌介紹翻呢一度嘅樹木。對植物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慢慢研究呢一啲嘅植物啦。好啦，咁行前多幾步呢，就係一個好主要嘅分岔路啦。左右兩條路都可以落到去，但係左邊嗰條路就比較長啲，睇嘅風景亦都係多啲。而右邊嗰條路呢，就比較簡短輕鬆啲。今日我哋就行一條輕鬆啲嘅路。點解話呢一條路呢係一條超級舒適嘅晨運路線呢？因為呢條路呢係搭車嘅時候呢，幫我哋上咗好多嘅山，跟住之後嘅路呢，我哋就係不斷落山。加上最近嘅天氣凍呢，都唔需要花一滴汗呢，就可以落到去行完一趟啦。嗱，呢條晨運路線呢，真係好舒服㗎，呢度種咗好多嘅樹木，而且每一棵呢都係非常之高大，沿路上都有好多嘅樹蔭幫我哋遮陰，所以我都幾中意呢一條晨運路線。不過落斜嘅時候呢，大家就要小心啲啦，因為落斜嘅時候呢，對膝頭哥嘅負荷呢會重一啲。大家可以着一啲厚底啲嘅行山鞋呢，就冇咁傷膝頭哥啦。成段嘅路程呢都好簡短，大概3點幾公里，用1個鐘頭呢就可以行得晒噶啦。途中呢亦都會揾到有好多嘅涼亭俾我哋可以休息。跟住呢，我哋就不斷輕輕鬆鬆咁落車，咁就可以見到香港仔上水塘噶啦。咁香港仔水塘呢，就係繼薄扶林水塘、大潭水塘群、黃泥涌水塘之後呢，第4個喺港島興建嘅公共水塘。雖然嗰陣時大潭水塘群呢就已經建成咗，咁嗰陣時呢就靠一條直徑10寸嘅輸水管呢，將啲食水呢輸去上環同埋西區一帶。不過後來都係發覺港島西嘅居民呢仍然係好依賴薄扶林水塘供水，加上呢，如果再重新安裝新水管輸水系統呢，造價係非常昂貴。所以政府呢最終就採納咗香港仔山谷供水計劃，咁就興建咗我哋眼前所見到嘅香港仔上水塘啦。咁由於都有一段日子呢都冇落過雨啊，所以今日呢都非常之乾旱啊。嗱，另一邊睇呢，差唔多近乎乾塘咁滯啊。雖然今日就望唔到好多嘅山光水色，不過我哋都可以了解呢一個水塘。咁逢係呢一啲嘅水塘附近呢，都一定要種植好多嘅樹木。牢牢咁去抓實泥土呢，先至可以保持住水塘嘅容量。所以逢係行呢一啲水塘嘅行山徑呢，都係非常之舒適，非常之清新。呢度亦都設置咗有好多嘅晨運設施。話咁快呢，我哋由山頂呢開始行到嚟呢一度啦。
咁嚟得呢個水塘呢，最主要係睇呢一度嘅水務建築，呢度嘅水壩呢個設施呢係非常之重要。好啦，嚟到呢一個路口呢，我哋就轉左行。而家我哋就率先欣賞一下呢一個香港仔上水塘嘅水壩先。咁呢一啲嘅水務建築呢，有好深遠嘅歷史價值，好多都已經喺1931年、1932年呢被列入為一個法定嘅古蹟。向前走，右手邊有條小路呢，可以通去香港仔下水塘嘅。咁一陣間欣賞完呢一個堤壩設施之後呢，我哋就會沿住呢條路落去下水塘噶啦。上水塘左手邊呢，就會有一把量度水位嘅尺。咁水塘嘅容量呢，大概有4300萬加侖咁大。而中間呢一個呢，就係上水塘嘅水掣房，建築特色都帶有一個意大利文藝嘅風格。而喺水塘嘅另一面，日紅嗰一面呢，就有一個上水塘嘅石橋，亦都係一個法定嘅古蹟。咁呢一個咁有特色嘅歷史建築呢，喺呢個角度望落去呢，都唔係睇得咁清楚，所以我就用航拍機帶大家欣賞一次啦。好啦，咁講一講呢一個香港仔水塘嘅歷史先。咁香港仔嘅下水塘呢，前身其實係一個大成紙廠嘅私人水塘嚟嘅。咁建於1890年，容量呢就達到4420萬加侖。直到1900年嘅時候呢，就加高個堤壩18米咁高，咁令到個容量呢可以儲存到4780萬加侖。當時大成紙廠同香港政府呢有一個協定，就為鴨脷洲居民每日提供6萬加侖嘅食水。直到1920年代，香港政府為咗解決港島西食水嘅問題，就決定花費46萬港元呢，就買咗呢個香港仔大成紙廠嘅私人水塘，改建成為一個公用嘅水塘。並且喺1931年喺上水塘嘅上游呢，就加建咗一個香港仔上水塘出嚟，令到香港仔水塘嘅總容量呢達到9100萬加侖。喺1931年嘅12月15號呢，就由當時嘅港督貝路呢主持一個開幕嘅儀式。水塘喺1932年正式落成啟用。呢一個香港仔水塘係港島區最後一個嘅儲水設施，緩解咗薄扶林水塘同埋大潭水塘嘅供水壓力，亦都象徵住港島儲水設施嘅發展告一段落。欣賞完呢一啲富美感嘅堤壩建築，我哋準備呢會落去下水塘嗰一度。水塘嘅附近呢都有好多嘅燒烤場，大家就可以不妨帶埋啲燒烤用具過嚟呢一度燒烤啦。從呢一個角度望出去呢，就可以睇到一個好宏偉嘅堤壩建築。而石橋嗰度呢，其實就圍封咗嘅，大家就唔好試圖走入去啦。由上水塘行到下水塘呢都好接近，大概行15分鐘就可以到達。途中呢，我哋會經過一條水管嘅路。水管路嘅旁邊呢，就會有一條小路可以通到落去下邊。通常呢一啲被人開拓出嚟嘅路呢，下邊都係一啲好靚嘅觀光點。呢條路呢，就有少少好似行射間咁嘅路，不過條路呢，就有少少崎嶇，大家落嚟嘅時候呢，就要小心啲啦。再踏上呢一條青草路上邊，前面有一個好靚嘅風光，可以睇到有好多嘅水波輕輕泛起嘅漣漪，睇落真係非常之靚啊！唔知點解呢一個位呢，望落去嘅水波呢特別靚，可能係因為呢一度嘅水道蜿蜒彎曲，流水彎曲咁流動，就好似一條小川溪流一樣，非常之有美感。呢一番嘅景象，可能都要等到水位低嘅時候，即係而家嘅時候呢，先至可以睇得到，否則呢，就會浸過我而家企緊嘅呢個位置。其實呢一度呢，就已經係下水塘嘅位置，我哋而家呢，就上返去上面正式嘅路上邊。呢度本來都有一條流水，不過就已經乾涸晒。呢一條嘅行山晨運路線，我都非常推薦大家過嚟行一次，因為呢一度既唔難行，而且又有優美嘅風景，亦都可以了解到水務建築嘅歷史，加上又有好多嘅燒烤場，簡直就係一個家庭樂嘅好地方。行到中途又有一條路呢，可以行到落去下邊，可以欣賞到壯闊嘅下水塘景致，非常之寧靜。呢一啲嘅水務建築同我哋日常息息相關，我哋都好應該了解一下。我哋而家有充足嘅食水，真係得來不易，所以我哋都要好好珍惜食水。好啦，到咗最後一段路啦，我哋繼續向前走呢，好快就可以去到下水塘嘅堤壩上面。呢度呢有一塊導賞嘅牌，
就詳細講述咗香港仔水塘嘅歷史。黃色點嘅呢啲位置呢，都係一啲好重要嘅歷史建築，我哋一定要參觀一下。好啦，下水塘嘅堤壩呢，就喺眼前呢一度，隔籬有一幅地圖呢，就講述咗香港仔自然教育徑嘅路線。好啦，等我哋落去堤壩嗰度，再一齊欣賞一下呢一個香港仔下水塘啦。呢度亦都有一把量度水位嘅尺。上水塘有好多嘅建築呢，都被列入為一個法定嘅古蹟，而下水塘呢一啲水掣房啊、泵房啊，都係被列入為2級嘅歷史建築，同埋管理中心、化學原料廠、通風口呢，都列入為一個3級嘅歷史建築。好啦，最後同大家欣賞埋呢一個航拍嘅片段，就完結今日嘅旅程啦。咁啊，原本有啲紅色磚嘅建築呢，我就留咗去爬。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嚟嘅話呢，就可以睇埋啦。咁今日呢條片呢，就去到呢一度啦。如果中意呢一條片嘅話呢，就可以俾一個 like 我，同埋訂閱我 channel， 同埋記得將條片分享俾你中意郊遊嘅朋友。請大家訂閱 David 大衛嘅頻道，你嘅支持就係我嘅拍片動力。咁回程嘅路上呢，大家就唔好行過去條堤壩嗰度。頭先地圖嘅位置繼續直行呢，就可以去到漁光村搭車離開噶啦。我呢就揀錯路啊，以為行過條堤壩呢有路可以出返去，咁就行咗一條好危險嘅路，有啲爆林嘅路同埋石澗路，不過總算都出得返去。